蓝忘机点头，喜欢。魏无羡欣慰一笑，蓝忘机这细腻的心思，真是弯弯绕绕，让人好难懂。但是仔细顺着那条线探寻，就能发现在那些行为的背后，满满都是对自己的爱意。喜欢兔子，也喜欢你。抱歉，虽然比你迟钝了好多，但我也是喜欢你的。魏无羡眼尾泛红，不过蓝湛，你有什么一定要给我说，不然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魏无羡走到蓝忘机身边，坐到对方腿上。蓝忘机温柔地抱住魏无羡，轻轻吻了对方额头。我签字了，你也签字了，咱俩扯平了。不过还好没有真离婚，不然又要去复婚。魏无羡把脑袋枕在蓝忘机肩上，不过蓝湛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当时也有送你纪念日礼物哦。我知。敏锐如蓝忘机，怎会没有发现钢笔的事情？不过他以为魏婴只是礼尚往来。我那时以为你忘记我们的纪念日了，所以才偷偷放你包里。魏无羡回想起那个糟糕的纪念日，就觉得扎心，我生怕这场婚姻对你来说只是人生的一道程序而已。是我没有计划好。蓝忘机为了等到那颗宝石，耽误了时间。不是你的错。魏无羡摇摇头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你父亲走后，留下了很多难处理的事情，叔父和大哥太忙，最后都是靠你才解决好的。你天天加班，我都没好好关心过你。蓝忘机用勺子舀起粥，吹凉了，才送到魏无羡嘴里。无事。蓝忘机用拇指擦掉魏无羡嘴角的粥，这2年因为忙于公事，他对魏婴亏欠了太多，以后我会有很多时间陪你。你要是真的忙，我也会去公司陪你啊。魏无羡笑了笑。不去喝酒了。蓝忘机又送了一口粥，语气带着调侃。我那是借酒浇愁。魏无羡不好意思挠挠鼻子，有蓝湛在，我哪里也不想去，我要和你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加班，一起出差，反正天天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是吗？蓝忘机放下勺子，捏着魏无羡的下巴吻了过去。真的。魏无羡被吻得迷迷糊糊，只感觉到2只手已经探入了衬衣下摆。蓝湛，餐厅里也有润滑剂吗？有。坏人。老妈，今天我都跟江澄说好一起玩的。魏无羡提着兔笼子，不情不愿跟在藏色身后。因为有重要的事吗？藏色低头嘱咐道，等下要乖一点哦。蓝湛他闷死了哎。魏无羡不满道，你把礼物送给他，他会开心的。藏色揉揉魏无羡的头。可是蓝忘机只是默默接过兔笼子，淡淡说了一声谢谢。长得那么好看，为什么就是这么闷呢？魏无羡坐在蓝家花园里，看到蓝忘机在一旁给兔子弄窝，随意取了一根树枝在水池里搅动。魏婴，不要吓到我的鱼了。身后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，是蓝启仁。魏无羡汗毛倒竖，丢下树枝赶紧去找藏色了。老妈，下次别带我来蓝家了好不好？回家路上，魏无羡嚷嚷道，蓝湛闷闷的又不跟我说话，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，蓝老头又老是说我。你就是静不下来。藏色的笑容转瞬即逝，他心里一直想着蓝夫人的病情。时隔多年，魏无羡再次遇到蓝忘机时，是蓝家一场宴会上。魏哥，你未婚夫来了。聂怀桑小声说道，听说是前天刚回国。鬼的未婚夫，谁要嫁他？魏无羡话音刚落，回过头眼神落在蓝忘机身上，顿时就愣住了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蓝湛好像又帅了。出众的容貌，优越的身高，清冷的气质，在人群中十分显眼。饶是魏无羡都有些看得出神。真不嫁呀？那你老妈不打断你的腿？聂怀桑偷笑道。魏无羡好不容易收回眼神，耸耸肩，那就听老妈的呗。蓝忘机小时候不是很讨厌你吗？江澄也凑过来，你还敢嫁给他？他只要敢娶，我为什么不敢嫁？魏无羡哼了一声，我魏某可不会怂。啧啧。魏哥威武。魏哥，大喜日子，不要不开心啦。聂怀桑劝道。家族联姻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魏无羡翻了个白眼。之前还不是豪言壮语说蓝忘机敢娶你就嫁吗？没想到蓝湛比小时候还闷10几倍啊。魏无羡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还有蓝家结婚好复杂，等会还要去老宅，我快累死了。
蓝忘机还是对你很上心吗？听说婚戒都是他亲自设计的。魏无羡举起左手，眯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无名指，拖着声音说：“是吗？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前一晚得到蓝忘机要离婚的消息的藏色，第二天一早便打电话将事情的发展告知了蓝启仁和蓝曦臣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。既然忘机心意已定，我也准备尊重他的选择。”藏色语气带着歉意。魏婴怎么说？蓝启仁问道。藏色叹了口气，那小子昨晚没回家，今天也没来上班，忘机也没有来公司。蓝启仁也低沉着声音，以往无论有什么事情，忘机都不会无故缺勤的。